大姑娘，你生日吧，给你买这礼服多好看！咋又乱花钱呢？这得花多少钱呢？没多少钱，就100。这破玩意儿100多，一点都不实用。我上990就能买个，你看贵了吧？你看半天让你开心，你咋这样呢？我平常省吃俭用，还不是为了能让你在老年大学好好读书？天天就能霍霍钱你。我没霍霍，这是我用自己生活费攒的。你生活费不也是我给你的吗？羊毛出在羊身上，你整着没用的，天天有着。嗨，大家好，你是否觉得从小小孩子只有吃苦才能成功？你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吃过苦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吃苦不是福。大家好，我是从小没有吃过苦中苦，也没有成为人上人的威廉常态，你呢？我是从小吃尽了苦头，然后可能偶尔成为过人上人的，现在又变成地狱18层的人下人。现在怎么是人下人啊？这个要先说清楚啊。就以我爸妈这个人上人的这个，我肯定是没达标啊，现在又变成无业了。说得通啊。接下来呢，我想请你能不能讲一讲小时候我们从小被灌输过的关于吃苦的理念有哪一些呢？还记得吗？就你刚刚说的那个典型的吃得苦中苦，苦方为人上人。对，吃苦和成为成功，并且是超越大部分人的这个成功是划上直接等号的。还有什么？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呀？这是完全跟这个人家只是描述了这个植物学这个梅花生长的开放的这个过程，但是被我们变成了说是要刻意经受锤炼才能够绽放，对吧？还有我记得我爸经常跟我讲，哎呀，我是好好劝你啊，苦口良药，忠言逆耳啊。我们在教育当中，你看也经常有讲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还专门有一种让小朋友在夏天去参加的一个活动，你还记得叫什么吗？叫吃苦夏令营，就是城市带孩子，然后到一个农村的地方，没有空调，吃的也是农村人的那种吃糠咽菜的这样一个没有大鱼大肉的饭。是，所以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我要请王太，你来讲讲看，你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吃过的苦是什么？跟我们讲讲吧。我觉得首先是要分这个生理上所忍受的苦。我记得我们小时候90年代开始上小学了，其实小学的条件是挺不错的，都有电风扇。对啊。然后当时上海夏天也没有这么热，所以小学这5年过来都觉得还行。可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升入中学之后，上海就突然间很热。我中学第1年的时候，我们的中学竟然是没有电风扇的。然后当时上海，等一下，没有冷气可以理解，为什么连电扇也没有呢？就是说，据说那个学校是以吃苦著称的，存心的。不装电扇是对吃苦教育的一部分。哇，天哪！对，那我记得我上中学第1年，上海罕见的就是连续出现了37度的高温，我们下午都不上课，连续有2周这样的时间。可是我们是没有电风扇的。我回来跟爸爸说，这个实在是受不了。你知道我爸说什么吗？就是要吃苦。对，是吗？然后他说就是要吃苦也就算了，他说你这种娇生惯养的温室的花朵，你们这种人都不行，以后都是废物，就把我又贬低了一通。他跟你想，老父亲把你送到这个学校的良苦用心啊，你都没有接住。对，还有一种苦，我觉得是心理上的吃苦。就比如讲说，之前到外企工作的时候，我爸爸他们都长期在国企里边，他完全没有经历过外企的这种带薪年休假，以及说休假时候不应该工作的这个文化，不正常吗？对，我也觉得是正常，是公司给我福利，1年20几天休假。我每次休假的时候，我爸爸就要在那边说：“你休什么休？一天到晚休假，你班都不要上了。你们公司怎么会要你这样子的这种一天到晚混日子的员工？你肯定是做不长的，肯定要被炒鱿鱼的。”他当着我们2个面，不是经常这样说吗？对，而且他以自己工作一辈子从来没有请过年假为自豪，对，是吧？对，那还回想一下，小时候到你长大成人，看来被灌输了不少，也吃了不少苦，那你感到开心吗？开心，我是不敢开心啊。对啊，如果根据我爸妈的这种理念，就是吃苦你才是成为你成功的关键嘛。这个苦嘛，你肯定是必须生理上或者心理上感受到 suffering， 对吧？一些烦恼和感觉说我是在吃苦。所以当你有很开心的时候，你在这个休假的时候，偶尔片刻会有一种羞耻心，一种这个耻辱感，就是这我也有。我这不是在堕落吗？然后所以就是这个直接的影响就是不敢享受快乐我们37度你就要开空调，多凉快啊！37度还凉啊！心静自然凉。你现在这么热，对看玩手机给你揍的，看会儿心里就凉快了。不是天热，我开空调咋的啊？我们哪有那富贵命啊？你知道现在电费多少钱1度吗？我天天搁外面累死累活给你赚钱，你就这么霍霍。以前没空调，人不活了。哎呀妈！
你就搁老年大学好好学习，以后咱坐办公室天天吹空调。我都退休了，我哪有办公室啊？不是你这老孩咋知道这样嘴了呢？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昨天40度对门，你的老太太都不知道开空调，你这拿这个扇扇吧。是你有病吧？我们既然今天主题叫吃亏不是福，一定是我们自己也经历过思想上的变化。你还记得哪一刻哪个事件让你突然有一些怀疑说，哎，怎么吃苦是这样的？我是不是该要去吃苦呢？那一刻是怎样的？我的这个决心比较晚吧，应该是2年之前，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知道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生活之后，他跟他进行这个聊天，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们有没有想过，世界上哪来这么多的苦？是，对。然后我这句话真是点醒了我，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从小可能是生活在一个被刻意制造苦难，并且把苦难美化成成功的基石的这样一个文化。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我们思想的一个侵蚀。我还记得你的小时候，你还以前分享过说，突然有一次觉醒，发现家里不像你讲的这么苦啊。对，就我爸妈在物质上也会给我制造非常苦难的这些，比如讲说我小时候穿的运动鞋，他们总是要比我的这个脚码买的要大2到3码。那这样穿的不舒服，他们会在我的鞋头和还有就是脚跟这里塞一些卫生纸，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节约嘛。然后他说，你这样一双鞋子就可以穿到你的脚长大，我就不用再买别的鞋子了。对，那等你长大了，你也听到我们朋友这样讲，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可以说看吧。既然吃苦不是福，那么现在你体会到了什么？我现在体会到，就比如讲说我爸妈制造的这种我们家要受苦、刻意吃苦的这种假象之后，我知道我们家还挺有条件的情况之后，我有一种巨大的背叛感。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对啊，就这种感觉，说我明明可以不需要去这样吃苦受累的，可是刻意人为营造了一种这个饥饿感，然后我的父母美其名曰的对别人处处夸耀，说这是在给我制造叫延迟满足感，这才能够使我有出息。我认为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的童年的这种深层次的对于物质的匮乏，这是在植根到我心里面，所以我现在很喜欢囤东西。现在你看，如果再来一次，你觉得会被怎样对待比较好？或者换言之吧，我们现在要给小孩 Wilson 给他营造一种怎样的环境？还想让他吃苦吗？那不然是怎样呢？我觉得有些苦没有必要去吃，特别是虚假的苦，刻意人为制造的苦。那有一些家里面确实遇到了困境了，比如讲说我俩钱不够了，需要去削减一些开支，那应该很坦诚的把这个事情告诉给孩子，如实面对。对，而且我们要告诉孩子哪一些是生活基础的部分，哪一些是属于锦上添花的，我们可能应该放弃的是锦上添花，对不对？对，不能让孩子觉得说我连基本上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面炒菜里面的肉丝，我爸都是数着根数的，这个样子，就是我始终在担心我们家有一天就要崩塌。然后我就不能够吃很多，否则我爸妈就会挨饿。你说这日子过得真的是太痛苦了。OK， 其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一种吃苦的环境其实有好多的负面的效应不单单有长辈们说的好的地方，我可以理解他们在说什么，但你看不好的地方是，首先对苦难会变得麻木，很容易去隐忍苦难。以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上海封城就足以举这个例子了嘛，对吧？对，像上海封城的苦难会被我们的上一辈描述成这是一种享受，因为你坐在家里还可以拿到正常的工资，然后政府还会给你几周送一次菜，对不对？他们会把这个认为是一种恩赐，他永远能够从黑的里面挑出一些白的，说哎，你看都是白的，对吧？然后他又会觉得这个是偶然的嘛，这个是无可奈何的嘛，哪个地方哪个国家都可能会是这样的嘛。你就启发了我觉得是这样子说，所以它的底层逻辑是人本来就应该是苦的，所以没错，我想象当中的苦好一点的都是一种恩赐，所以他对这个国家还有对于外界给到他的一些恩惠，他是盲目的，或者说是过于
过于的觉得自己不应该去承受，他会有一种愧疚感，然后会继续奋斗出来吃苦。我觉得是这样啊。那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的分析我觉得开始渐入佳境了。因为隐忍了苦难，你看还会有一个什么问题，也会更加刻意的去回避幸福，既不敢让自己在物质上的享乐，也不敢承认精神上的，这一段亲子时光啊，就是爱小孩，我们就应该相拥来欢庆此刻。这个在我们的成长环境中几乎是缺失的吧。对啊，而且我觉得我爸还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我爸怎么都是你爸数十年如一日不回来吃晚饭，每天总是3更半夜回来。然后小时候他对我说的就是我在工作，我在加班嘛，你会觉得他确实是因为他以前曾经是全国劳模，可能他的心情工作，可是他又跟我妈时常发生争吵。我偶尔偷听到的就是我妈在指责他在外面打麻将，打通宵麻将，所以他把自己的享乐然后美化成吃苦来欺骗我。不然就可能就会影响了这种吃苦的环境跟形象了。这个是很恶劣的一种欺骗啊。再接着来啊，大家可以听下去。因为热爱吃苦，染上了这种，我把它形成为这种吃苦病毒之后啊，他甚至于会自找苦吃。就像你小时候碰到的，感觉苦还不够，我们再找一点给小孩来吃，对吧？感觉他的狭隘的认为，好像只有吃苦才能成功，形成这样的一个价值观。对，而且他就见不得别人快乐嘛，对吧？所以他就是要扫兴，他的目的就是扫兴，做扫兴的父母。看到孩子一快乐，立刻把这个苗头掐在摇篮之中。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更加不好的导向，就是他们对幸福的定义是很狭隘的，是他们认为的人生成功。他们认为的人生成功，因为吃了那么多苦头，他更多的会放到是一个金钱或者是物质上的成功，才认为那个叫比较成功。他们很少会把说，这是一个平凡人，但他过了一个平凡却了不起的一生，也作为很大的成功。这我倒是比较少听得到，不太容易看得起一些普罗大众平平常常的一种人生。对啊，而且他老是把自己跟这个过去的比啊，比如我爸我妈经常说，我们小时候3年自然灾害啥都吃不到，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日子不应该正常的这个越过越好吗？然后他们会说，你现在的这个好日子啊，这个你要感恩啊！你看我们小时候吃不饱，就是他始终会告诉你说，你现在得到的一切都已经是超越苦难了，你要知足啊！苦上加苦，你不要去反抗那些主流的，因为社会给了你很多恩典啊，否则你就应该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啥都吃不上。所以你看啊，不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的标准也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其实也是会偏离，我觉得是偏离了一个 normal。对，那他真的有很多的问题，除了能够不认清幸福，回避幸福，我觉得还会有个不太好的东西，就是会形成一种非常慕强的心理，就觉得那些在智力上，在个人的作为上成功的这些人，那才叫好的人生。尤其是谁很聪明，那不错。谁家小孩如果资质平平，但是呢，他对别人这个很热心，他很有爱心，很少也听他们提及说，这就是一种好的这个值得夸耀的小孩。然后他还会告诉你说，你不够成功就是因为你不够吃苦嘛。但是他完全忽略说个体是有差异，比如说智力因素，他就不是读书的料，他就是否定个体的一切差异，说把这个吃苦啊要吃到你吃到黄连去苦的这个样才可以。但是我妈还真的是以前她拿那个莲子跟我说，你看这个莲子的心很苦啊，但是呢，这个好像类似就跟人生一样啊，因为我现在想起来，整个生活中眼耳鼻舌身意，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都充满了这种苦，会不停的会贯穿过来。但要改变真不容易到了大马以后，是不是养成一些寻找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呢？找到真正的福呀？对啊，肯定是啊。就是我其实在大概7、8年前就开始了一场关于人生松弛的大型就我7、8年前开始了一场关于松弛生活的大型实验，目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就匀速的过得非常松弛，然后发现生活和工作上面都有出人意料的收获。工作上面是青云直上，不管我爸天天在那边诅咒我说你这种不加班的，然后这个一天到晚休假的，因为我发现其实松弛的时候你的心态更好，然后你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说我是 work is life made 这个信条。然后生活上面也是，或者7、8年之后，反而你看我们实现了一个提早退休，就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生活，起到了我们所想要的结果。让你再说一条你觉得要改变的对待小孩子的，怎么能够让他不再接受我们思想中的吃苦，享受到真正的福，你会做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要停止小孩现在的境遇跟我童年受到境遇的比较。因为以前我可能会想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比我小时候好很多了，其实不应该有这种常常挂在嘴边。对，我倒不是想要批评他，而是想跟他，我真的是羡慕他，但是我觉得这个羡慕也没有必要。一个是，我是小时候跟现在已经差很多了，对不对？第二个，我想说什么，就是你现在这个你应该知足了，对吗？对，潜台词是这样的。可是 ，come on， 这是我作为父母，我心甘情愿给他付出的，我干嘛要让他有这种愧疚感？让他想说真的，无条件的爱嘛，对吧？那我们以前我爸也还用一个理念来告诉我说，哎呀，人生就是2杯酒，一杯苦酒，一杯甜酒。那得出的结论不言而喻啊。我也经常教 Wilson 小时候啊，我说，那你只有先把苦酒喝了。哎呀，这个理念现在想想何必呢？为什么我不能先喝甜酒？一定要喝苦酒的时候，我就掺一点苦酒喝，我何必要把苦酒先全部喝完呢？我告诉你为什么。正好这2天在看这个 Daniel Goleman 写的 Emotional Intelligence，它里面说到 Unhappiness makes people foolish， 所以你不开心，你就会变得愚笨。你一愚笨了，你就会对人家言听计从。你是说这也是一种让你顺从的，形成这种社会秩序的一种策略？好啊，那我看起来有一种苦啊，看来是不得不吃，你知道是什么苦吗？榴莲的苦。对啊，你说太对了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和亚洲文化等等有关系。我们这个系列还会接着探讨下去。如果是一杯苦酒和一杯甜酒，我一定是先把甜酒喝了，让我变得很快乐，然后有了创造力之后，我就把这个苦酒变成甜酒。现在我们只能喝甜酒了，因为我们之前40年把苦酒应该都喝完了。OK。我承诺，绝不说累死累活赚钱就是为了供你上学，绝不说要不是为了你，早和你爸离婚了，绝不会让孩子学习和好的比，吃穿和差的比，绝不。